点跟上，跟上！回皇上，宫女们到了。奴婢叩见皇上。叫到名字的抬起头来，于慧英、邝淑珍、施芳、孟凡。就你吧。孟凡留下。其他的退出宫外，等候差遣。是。小凡姐，真的要走吗？伺候皇上也没必要留在迎仙宫啊。我也舍不得离开大家，这是皇上让我待在他身边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皇命难违啊。可是皇上得的是疯病，病发起来，如果又胡乱杀人的话，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可是，如今小凡姐要到皇上那里去，可真的会要了命的呀！你们大家不要那么伤感好不好？皇上只是有病在身，等他病好了，或许讨皇上喜欢，我还能加官进爵，你们姐妹也就可以跟着沾光了。孟凡，收拾好了吗？要走了。德公公，求你让我见见我妹妹再走好吗？哎呀，不是我不想通融，杜公公还在宫里候着呢，回去晚了惹他不高兴，大家都不好过。大家保重哦。麻烦你们，等小福回来之后，跟他说一下，姐姐暂时不能留在他身边照顾他，叫他一定好好照顾自己。有空多带我去拜见月秀姑姑。小马，我走了。小凡姐，保重啊，保重。这就死一生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没有错，可是你见到他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能阻止他进宫吗？孟福，你听我说，皇上最近没什么异样，只要他不发病的话，孟凡是不会有事情的。更何况迎仙宫不是我们说去就能去的呀，我们先想办法，才可以进去啊。你很怕朕吗？不是，奴婢不敢。你怕朕不高兴，所以不敢不怕朕吗？奴婢不是。天下人皆怕朕，
你怕朕，也没什么不是。这样好吗？有什么不好？朕乃天子，天下之主。既然人可以敬畏鬼神，为何不能敬畏朕呢？人敬鬼神而远之，可皇上，你是万民父母，何以要令子民敬而远之为荣呢？你这丫头好奇怪呀！金山银山，权倾世间，世人养狠狼贪。朕如果不让他们知道天威何在，又如何天下太平呢？可是陛下如今究竟是匡扶天下，还是推倒天下呢？其实天下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土瓮，口小腹大，摆放的好则罢，可是一旦倾斜了，就很容易倒下。奴婢多嘴，奴婢知罪，请皇上开恩。这是天子之言，区区一个宫婢，如何能有此胸襟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你是听谁说的？奴婢曾经在上寝局当过差，在打扫皇上书房的时候，无意中在书本里见过的。天下大齐，一安难清，一清难正。这是房玄龄书上所写。太宗皇帝在世的时候，称赞他是良将谋臣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秦始皇要杀韩非子，只因为韩非子学的是帝王之术。天下只需要一个天子，只需要一个为天下筹谋的天子。你明白吗？奴婢明白。好了，继续给朕梳头吧。遵旨。你在看什么？皇上，请皇上恕奴婢多嘴。奴婢只是有点好奇不解，皇上如此喜欢张公子，可是如今张公子死了，皇上难道不感觉到有点难过跟惋惜吗？你以为朕该为他难过吗？在朕的心目中，比这更加值得难过惋惜的事实在太多了。朕的心早已腾不出位置容纳这个人了。去给我把上世纪拿来的人参片切了，晚上朕要吃一片，才可以安睡。奴婢遵命。御花园里的鼯鼠整夜鸣叫，弄得朕心绪不宁的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每晚给朕把它们或捕或杀，总之不要吵着朕睡觉。御花园离皇上的寝宫相隔那么远，鼯鼠的叫声怎么可能吵到皇上呢？就算要捉鼯鼠，也应该多派点人手来帮忙啊！真是的。
皇上，为什么你不找人陪你下棋啊？你明明是很怕朕的，却又总是禁不住好奇。难道没有人告诉你，在宫里不该多管闲事吗？有啊，有人曾经跟我说，不要多管闲事，不要强作出头。有道理的，不一定要宣之于口，摆在心里便是了。那你为何不听话呢？我没有啊，只是有时候话到嘴边，一下没忍住就说出来了。你真有趣啊！究竟你是单纯呢，还是愚蠢呢？朕真想知道，日后你会被这个皇宫改变呢，还是你改变了这个皇宫呢？那皇上，奴婢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。朕自己和自己下棋，还是跟婉儿学的。婉儿便是上官婉儿，她说这样可以连对手的心思都猜透了。有时候朕也学学她，好像也挺有趣的。启禀皇上，临淄郡王在门外求见。阿蛮，朕不是说过不见任何人吗？奴才跟他说了，可郡王爷说，他带了一些合朴的珍珠来，说是有镇静安神之效。朕的子孙当中，就算阿蛮最重亲情了。也罢，传。遵旨。孙儿参见皇祖母。奴婢叩见郡王爷。皇祖母凤体为何，何不好好休息休息呢？人身燥热，这珍珠有凝神定睛之效，每晚研磨成细末服用，有助入睡。坐吧。你专程而来，不是为看我这老太婆吧？要不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？这几个月来，皇祖母抱恙不朝，朝臣都有所担心。阿蛮前来探望，只希望皇祖母能够早日康复，免得有人胡思乱想。世事如棋呀，只要坐在棋盘前，就不得不思前算后，争取胜算。有的人想乱来，要来便来吧，这也是平常。算了，还是把这盘棋下完了吧。皇祖母现在年事已高，不如趁机退下来，颐养天年，何苦还要这样红尘逐鹿、世俗争锋呢？你明知皇祖母不想听，也要说出来。阿蛮，你果然是朕子孙当中最重亲情的。不过棋已经下了，你还可以退吗？阿蛮也知道说这番话徒劳无益，不过还请您事事小心，步步为营。看来这局棋
朕输了。承蒙皇祖母礼让。棋局胜负，朕不在乎。不过天下胜负，朕绝不会输的。樊姑娘，郡王爷，奴婢参见郡王爷。免礼。刚才在皇祖母面前不便与你打招呼，不知道你的脚伤好了没有？多谢郡王爷关心，奴婢已经没事了。对了，郡王爷，刚才皇上为什么叫你阿蛮啊？哈，那是我的乳名。好奇怪的名字，阿蛮，你想瞒过谁啊？我虽是李唐王室，可自从我生下来，一睁眼看到的却是武家天下。我自诩为阿蛮，就是要瞒过那些以为我傻得可以的人。其实阿蛮就是曹操的小名。不过郡王爷要在自己亲人面前这样掩饰自己，真的很可怜。可怜的不止我一个，其实皇祖母也很可怜。我要装疯卖傻，瞒过众人，而她却要装腔作势，压过天下人。其实皇祖母真是命世之才，单凭女儿身竟然坐上帝位，任用人才，不计门第，不拘资历，以农为本，兴盛国家，抗吐蕃，收复安西，边军屯田，巩固边防，实在是有丰功伟绩。既然这样，为何天下还是民不聊生？就因为她是女儿身，一直要跟男子斗，因此为保住她打出来的江山，只好牺牲他们，结果就连百姓也牺牲了。那这么说来，皇上究竟是功还是过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一个人连身边的亲人都不能相信，要去提防他们，怀疑他们，甚至是牺牲他们，这样的人是有多可怜的？难怪皇上如此难伺候。郡王爷为什么要跟奴婢说这些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本王总觉得可以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对了，伺候皇上可不比上宫局的工作，你可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呢。他没有为难你吧？皇上喜怒无常，一时和蔼可亲，一时言辞厉色。他呢，还让我晚上去抓鼯鼠。哎呀，真是莫名其妙。皇上让你晚上去抓鼯鼠？对啊，他说鼯鼠夜晚鸣叫，吵得他无法入睡。但是御花园跟寝宫相隔这么远，他又怎么能听得到呢？郡王爷，奴婢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皇上的心思无人能测，你千万要小心。万一皇上对你不利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皇上对心怀真情实意的人会留一点情面，这一点或许可以保你一命。那奴婢做得到。天为难测，心意难明。你一定要记住，皇上对心怀真情实意的人会留一点情面，这一点或许可以保你一命。杀了，杀了你们两个！皇上，醒醒！没有人要害你。皇上，这里很安全。这里很安全啊，皇上，不要
上，朕没事了。其实朕也很想相信没人要害朕，可惜这是个笑话，当不得朕。没事了，当不得朕。没事了。皇上，您在这等一下，奴婢这就请医御来。皇上身体如何了？尚无大碍，只需要下官为皇上开一贴明经定神的方子便可以。孟凡，孟凡，奴婢在。你就随御医到上药局，替朕煎好药汤送过来吧。又要奴婢煎药？奴婢遵命。孟凡，奴婢参见皇上。皇上有病在身，为何不在迎仙宫好好休息，却一大早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呢？你刚才在想什么？想得那么出神？奴婢想起，从前在这里服侍过张公子，以前常常在这里为他煎药。你挂念他？奴婢只是觉得张公子可怜，人一死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把他忘了。你觉得他可怜？这世上比他可怜的人难道还少了？确实不少，不过奴婢在张公子身边待过，张公子一生失意坎坷，所以奴婢就觉得他更加可怜。哼，走，随朕出宫走走，朕要让你看看天底下比他更可怜的人。小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可是天子脚下。是，小的出门在外不容易，请军爷放小的一马。敢在这儿胡乱摆摊儿，你问过本大爷我吗？啊！军爷饶命！军爷饶命啊！军爷，把东西都给我收了！军爷，使不得，军爷。二位慢走啊，有空常来啊。皇上，刚才那些官兵对你无礼，你真的不碍事吗？朕虽然一把年纪了，可这身老骨头还硬朗，还算挺得住。但是，皇上，你为什么让那些官兵胡作非为呢？你认为他们的所为不对吗？当然不对了。为什么？有权有势的人，应该为一些无权无势的人谋求福祉，而不是胡作非为。
是吗？求求老爷，求求老爷，给我点吃的吧！你怎么进来求求了？老爷，去，别烦我做生意啊！走。各位老爷，听见没有？可怜我，快走啊你！哎，等等，听见没有？老板，这些钱给你，给他弄点吃的东西吧。这不成啊！为什么不成啊？我要是让他进了门，我这客人还不都让他给赶走了？我这可亏大了！给，算你运气，赶紧走。等一下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这个给你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不用谢，快吃吧。孟凡，你认为刚才那个老板做的对还是不对？老板的所作所为是失礼了一点，但是将心比心，他是开店做生意的，也有他的为难之处。朕告诉你吧，天下间没有公平这回事，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的。强欺弱，众欺寡，这本是人间常情，万物本性。刚才在大街上那些官兵，如果知道朕的身份，必定触然而惊。可是朕没有这样做，他们就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。这不就是明显的道理吗？孟凡，朕要好好管治天下万民，就要将生杀大权操逐在手。只有如此，他们才能知道危局，知道臣服。只有这样，天下才能太平，黎民百姓才可以安居乐业。但是在这个世上，也有些不畏强权的人，会挺身站出来的。当年太子李显称帝，朕废李显立李旦，改朝称制，宰相裴炎、扬州大都督徐敬业兴兵10余万作乱，但是朕仅仅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，就平定了叛乱。霹雳手段固然可以收一时之效，但始终不能收服人心。奴婢还是坚信，天下总会有不怕死的人出来整肃朝纲。如今朝堂动乱，害得民不聊生。你所说的几碗米饭，已贵如黄金，要让天下百姓重拾欢愉，唯有整肃朝纲。既然你心中不服，那朕不妨就和你打打赌。赌什么？朕就不信天下有多少人如你所言能视死如归。朕现在就赌你，在大难前的一刻会落荒而逃。如果你赢了，朕有重赏；如果输了，朕不罚。如何呀？好。怎么样？我已经疏通好杜公跟身边的得叟了，让你进去见见孟凡，他会到迎仙宫后院等你。谢谢。哎，我不能陪你进去，你自己要小心啊。
专心点儿吧。你不是说过你最擅长的便是借着下棋来揣测别人的心思吗？此刻你可知道朕叫你来的用意？皇上的心意，又岂是婉儿所能明白的？朕派人接你的时候，听说你已经收拾细软，准备离开了。看来朕的心意你已经猜到8、9了。婉儿知道的，是皇上能让人知道的；皇上不为人知的，婉儿便毫不知情。朕的不为人知，可比不上你婉儿和六郎的哟。请皇上恕罪，婉儿是曾经跟张昌宗见过面，可是我们并没有暧昧，请皇上开恩。你以为朕会在意一个男宠与你是否有染？朕在乎的是谁敢抢朕的东西。不管是江山男宠，甚至一个奴婢，只要是朕的，未得朕允许，就算只是见上一面，也是死罪。在宫中要生存的话，那就要依傍靠山；要想在宫中生存到最后，那就要依傍最大的靠山。这是在宫中生存的铁规，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在宫里日子飞浅，应该知道谁是你的靠山，你更应该知道谁是最大的靠山，谁是不能得罪的。婉儿知道，婉儿如今在宫中的地位是皇上赐予的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这是？你不用知道，更不可打开来看，不可弄丢了或者落入他人手中。你只要给朕好好的看管着，朕便永远是你最大的靠山。婉儿誓死保护皇上托付的东西。把上官大人送走。是。请。不管是江山男宠，甚至是一个奴婢，只要是朕的，未得朕允许，就算是见上一面，那也是死罪。要在宫中生存，便要依傍靠山；要想在宫中生存到最后，便要依傍最大的靠山。你在宫里日子飞浅，应该知道，谁是你的靠山，谁是你最大的靠山。
见到孟凡了吗？嗯。那就好了，姐妹相见多好啊！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，免得人家看见。哦。姐姐，小福带你来祭拜越秀公公了。姐姐，你别怪我，你现在已是皇上的婢女，就算我们只是见上一面，说不定也会触怒皇上，给姐姐带来不幸。小福，实在不能冒这个险。皇上说的对，在宫中要想生存到最后，就需要找最大的靠山。只是皇上年事已高，又久病缠身，就连上官婉儿也要另谋出路。看来改朝换代的日子不会远了。宫女再卑微，也要找靠山。可是我要去哪儿找最大的靠山呢？我一定要小心的选择。如果选错了，可能就永难翻身。怎么会是你们？皇上吩咐，让我们陪你一块儿去。为什么？生意难测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们不会是来监视婉儿的吧？谁监视谁，恐怕还说不准吧。看来我们都是身不由己，只不过是皇上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。哎呀，我们还是上车再说吧。船还没到。是，怎么还不来？婉儿，你在想什么？究竟为什么皇上要把我们3个人一起送走呢？依我看，宫中一定会有大事发生。难道是？哎，现在呢，胡乱猜测也无益。不过我相信，宫中如果真有大事发生，唯一掌控的还是皇上。难道我们就任人摆布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只要时机一到，我们便反客为主，扭转乾坤。什么时机？只要皇上一死，我们便有时机。莫忘记，要是皇上真的驾崩了，还有梁王、相王、太子和公主，又怎么那么容易让你们得逞？只要我们手里握一样东西，其他人都不足为惧。什么东西？皇上的遗诏。纵然皇上真的立有遗诏，那怎么会传位给你们呢？我想，这件事只有婉儿你能够帮助我们。你的意思是，要我篡改遗诏？如果皇上有立遗诏之意，顺理成章，必会请你执笔，然后教你代为封存。要是皇上并没有这么做呢？我们可以无中生有啊。
你不会还一心想着那个老太婆吧？你不要忘了，当初若不是那个老太婆从中作梗，横加拆散，你我又何至于饱受相思之苦啊？不过区区一名内舍人，论文才，宫中又有何人及得上你？所以，诏书就由你来写，以后你就是朕的人了。皇上，宫中以这天下大小事务，有哪一件事朕不知道？你同太子暗中勾结，你以为朕不知道吗？你不要害怕，朕不会杀你的。只要你肯死心塌地的为朕所用，朕还会好好厚待你。诏书就在你面前，你拿回去好好想想，究竟你是选择权势还是爱情？明早，
朕就要看到你的抉择。是婉儿，远道赶来巴州看你了。我已经不是什么殿下，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垂死之人，没有什么人愿再多看一眼的废物。不，你还有婉儿。 早就不是我的娃娃了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太子了。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垂死之人，没有什么人愿意再多看一眼的废人。不，你还有婉儿。你早就不是我的婉儿了。 从你下笔写下那封诏书之后，你就离开我了，不是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婉儿对不起你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根本不值得你去为我牺牲。 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要再说，你不要再说，不要再说。
谢谢你昔日对我的恩情，谢谢你能在我垂死之前来看我一眼。殿下，婉儿，我好怀念以前认识的婉儿，无忧无虑，一起相识读书，一起赋诗为文。我也是。你慢点儿。婉儿，能再给我念一念你读过的诗吗？我特别想听听你读诗的声音。好。夜下洞庭初，思君万里余。露浓香北乐，月落尽凭序。好听，真的好听。我好想每天都能听到婉儿的声音。殿下，殿下，婉儿，我很累了，我想睡会儿。你继续念，我要听着你的声音进入梦乡。好。江南曲，叹赋尽北书。书中无别意，唯唱旧离曲。世子谈经处，学成可自留。故谈李老师参见圣荒丘。出笔怀千古，开尽望九州。四山远塞河，二水夹城流。晨花配山羊，天北接线绸。太平辞藻诗，长月尽红袖。怎么样？婉儿说，她要考虑。
而放进太子笔下，今日岂会为你这种小人而压上自己的后半生？皇上，汤药煎好了，可以服用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把你的命卖给朕吧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把你的命卖给朕，朕保你的家人，日后光耀显赫，无人能比。皇上为什么要用奴婢的性命啊？派人杀死陈凤玉的是朕，派人袭击你的也是朕。朕本来没有什么失心病的。为什么呀？朕这么做都是装出来想瞒过所有人的。故意要让太子夫妇、太平公主、武三思父子、阿瞒父子，通通都以为有机可乘，然后又以为是你串通了陈凤玉谋害朕的，朕叫你夜捉无鼠。是要让他们误会你想制毒谋害朕，朕还派人让他们把药藏在你的床下，再故意派人把藏的药搜出来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朕这么做，自然别有深意。但这个你不必知道。不过，你放心吧，朕不会白要你的命的，也不会强人所难。如果你愿意卖命给朕，朕可以给你荣华富贵；如果你拒绝，死后便什么都没有。人都死了，还要荣耀干嘛？我还要照顾我妹妹。我还不能死，我也不想死。朕劝你还是考虑清楚。要知道，无论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，你的命都是朕的。所有人的性命都是朕的。所有人都是的。都是朕的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怕皇上，所以我不敢见你。对不起。
已经下手加害了皇上。我们得马上进宫去，要不然这帝位就让人抢走了。雷长，在，马上给我准备兵马，本宫要进宫。遵命。爹，咱们的兵马已准备妥当，随时候命。好，究竟这消息是真是假？相信太子、太平公主、武三思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定然马上发难。难道他们想？方生，调集兵马，我们要夺宫。是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你不是？朕故意散布谣言，说朕遇刺身亡。皇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朕是想知道，在朕的身边，到底有谁想争夺朕的皇位？皇上，他们现在正迫不及待地通通向这儿跑来。真不愧是我武曌的子孙呐！皇上，奴婢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让你的亲人跟你争夺皇位？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只要同我争夺皇位的，我都要将他铲除，永保我江山天下太平。你不挑动他们，他们未必有这个胆量来跟你争斗。如今，你不但陷害他们，你还陷百姓于兵荒马乱之中。你不是要保天下，你是要毁天下。既然他们以为朕遇刺身亡，便会以为你是凶手，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怕他们抓住你，然后再把你这个凶手千刀万剐？你能为朕扫除逆党，你算是立功了。那你走吧，这些珠宝都是你的，无论你的命卖不卖，朕都要定了。你从南边应天门逃出城外，或许还能保住你的性命。不过奴婢的贱命是终究不会卖给你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。这些是你给我和我妹妹一起生活的盘缠。记住，要想保命，从南边应天门出城。
黄直、黄喜，看见朕还没有死，很惊奇吗？经闻皇上遇刺，五内如焚。如今见您安然无恙，媳妇也就放心了。太子妃平时柔弱不争，可第一个说话的就是你。这样锋芒毕露，要想坐上朕的龙座，恐怕难以服众啊。自古成王败寇，秦始皇灭6国，一统天下；汉高祖四面楚歌，逼死项羽，哪一个不是锋芒毕露，锐气逼人？伶牙俐齿，气势不小啊。不过要做龙座的，究竟是你呢，还是太子，我的皇儿？母皇，我……皇上贵体无恙，那是哪个散布谣言，说皇上遇害了呢？哼，是朕。怎么？怕朕有阴谋吗？皇上是我们的娘亲，娘亲又怎么会谋害自己的子女呢？八皇兄不就经常这么说吗？八皇兄，皇妹说的对，母皇一向疼惜我们，可能是跟我们开玩笑。哼，如果你们还笑得出来，那就尽管笑吧。朕也想看一看，到底谁可以笑到最后。不错，朕假传遇害，便是要让觊觎地位的人站到朕的面前，也好趁朕还在地位的时候，待朕看个清楚。阿蛮，你也等不及了，跑来要朕退下来吗？可是阿蛮已经坐在棋盘前，不得不思前想后，争取胜算呀，皇祖母。让你赢了一盘棋，你就拽起来了。天下胜负，朕是不会输的。小凡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知道吗？皇上驾崩了，什么皇子、太子，这个王那个王，全都带兵冲进来了。看来这一次要死很多的人，我们快点逃跑吧！小福呢？小福，哦，小马哥已经带他逃跑了。现在这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冲向迎仙宫，我们朝反方向的应天门逃跑吧。走。此刻你由南边应天门出城，或许还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可怜的人不止我一个，其实皇祖母也很可怜。其实朕也很相信是没有人要害朕的，可惜这是个笑话，当不得真的。小凡姐，我们快走吧，快走啊，小凡姐！小鱼，你先走，我还要去个地方。哎，小凡姐，小凡姐，此刻危险，你还要去哪里啊？
们所统领的下关，太子连同凤阁侍郎张柬之、公主麾下的兵马，襄王府司马袁术己4路兵马齐聚玄武门。皇上真的有把握？4路兵马，听起来声势多浩大呀！说穿了，不过是乌合之众。他们不是在玄武门正厮杀吗？皇上，你的兵马已经是杀的杀，降的降，全没了。就算我们的兵马都是些乌合之众，也足以让你屈膝投降。哼，朕的兵马全没了。这么说，朕城外的10万兵马也被你们杀尽了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你为什么回来？皇上，快说，为什么偷偷闯到宫里？谁派你来的？是何居心？奴婢不敢，奴婢是这里的宫女。皇上安排是想让他欺骗我们，让我们误以为是他谋害了皇上，好引我们来争夺皇位。既然只是一个傀儡，皇上看待他何以如此缜密？或许他还真的不是一般人。是，不然皇上为何如此震怒啊？爹！城外10里之处发现废骑大将军率领10万兵马，动向不明。原来你调动吐蕃突厥10万大军，是来对付我们的。我们进宫已有1个时辰，按理说，他们早就应该发兵围剿，可为什么到现在，他们还是按兵不动呢？你为什么不去应天门？难道你忘了朕说过的话吗？奴婢是想逃出去，但是但是什么？奴婢看到有兵马来到迎仙宫，奴婢担心皇上有事，所以奴婢……你担心朕？啊？天意呀，天意！朕让你从应天门逃走，因为朕早已命人在那儿监视着，一见你出城，即是时机成熟，马上通知城外兵马挥军灭贼。谁料你竟担心朕，而又跑回来，你这是令朕功亏一篑呀！原来这个丫头就是发兵的暗号。如今暗号发不出去，10万兵马只能按兵不动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皇上，你的10万兵马已经形同虚设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较劲的？媳妇劝你，认命吧，你的皇朝结束了。那朕要知道，谁的皇朝要开始了呢？太子的皇朝要开始了。皇上，我劝你还是收手退位吧。慢着，皇嫂，
皇上退位也未必就是七皇兄继位吧？今日天下已姓武，继位的皇帝他也得姓武。皇上不是已经赐太子姓武了吗？既然如此，太子继位那是顺理成章，有何异议啊？皇上的儿子又不是七皇兄一个，八皇兄不是也曾经当过皇帝吗？七皇兄啊，继位一事兹事体大，不如大家从长计议吧。或者我们再商量商量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现在，张柬之、崔玄伟、桓延范、敬辉4位大人都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。太子继位势在必行。哼！玄武门外，你我兵马相当，势在必行的也不止你一个。如今天下逆转，皇上以女儿身登上大宝，继承大业，未必也要是男人吧？哼，妹妹，我还以为你是替八王爷说话呢，原来是自己想当皇帝呀。看看你们，龙位还没有坐上呢，就开始狗咬狗了。你们如此互不相让，朕倒想知道，你们凭什么掌管天下？天下谁属，已经跟你没有关系，退不退位，由不得你。是吗？想要夺位，除了要让朕退位之外，难道不要传国玉玺吗？难道你已经把玉玺藏起来了？哼，没有玉玺，就是登上皇位，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何况朕的10万兵马还在城外，没有朕的号令是不会退兵的。怎么？你们争来争去，以为可以坐上这个皇位多少日子啊？太子继位，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如果你们要争，那就会失去人心，自取灭亡。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哼，我们几个凭什么坐在这里啊？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任何改朝换代，靠的是实力。哼，别冲动，有话好说嘛。坦白说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还不是想当皇帝。莫忘记，如今兵临城下，玉玺又不知所踪。如果我们还要自相残杀，恐怕未当皇帝便成鬼了。我觉得皇姑所言确实很有道理。如今谁当上皇帝，都要面对皇上在城外那10万兵马，我们哪一个可以应付？不如我们再跟皇上好好商量商量。其实未必一定要让皇上退位。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就算再怎么商量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既然皇上设计坑我们，看来他根本就不想传位给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母皇年事已高，总要找人继承大统。不想传给我们，难道真的想传给那2个张氏兄弟？我败给谁都认了，唯独那2个不男不女的妖人绝对不行。如果那样，我定会杀了他们。可他们2个是皇上的男宠，如果杀了他们，这样会让事情弄得更僵。不如
收买他们，让他们去说服皇上。你这是与虎谋皮！事到如今，成王败寇，我们没有什么退路。如果你们大家愿意助太子成就大业，那到时候封王拜相肯定要比目前显贵得多。我不敢食言。反之，要是你们敢和我们作对，那我也敢保证，到时候即便是尸横遍野，我姓韦的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踏着你们的尸体助太子登上帝位。你知道朕正在设计对付想要夺位的人，难道你以为朕不会早有防备？朕倒要问问你，你到底担心什么？你为什么又跑回来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奴婢只是觉得皇上很可怜，所以担心皇上有事。朕可怜？很多人都说朕残暴、冷血淫乱，可从来没人说过朕可怜。究竟朕何以可怜呢？要杀皇上，都是皇上的至亲，骨肉相残，这不可怜吗？虎毒不食子，可皇上却要先下手为强，难道不可怜吗？皇上不相信没人害你，所以故意给大家机会，结果他们真的来了。皇上也真的对了，所以奴婢觉得皇上更加可怜。朕曾经陷害过你，想杀你，可反过来你倒可怜朕。你说过你有妹妹要照顾，所以你绝不能死。你却担心朕比你自己和妹妹还要多。奴婢的妹妹现在有人照顾着，而且奴婢也不打算为皇上而死。奴婢只是想来看看皇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吗？人算不如天算，朕诈作杀你，又要买你的命，全都是要你痛恨朕。到朕放你的时候，你会毫不犹豫地走，你会不知不觉当朕的传信鸽。其实皇上大可以去派心腹办这件事情，不是更妥吗？朕没有心腹，有的只是可以利用的人，事关重大。朕的子女侄媳怎么会不严密监视朕身边的人？利用一个无关痛痒的人，本来最是妥当。你却这么简单的跑回来，让朕败得无话可说。皇上，他们真的会置亲情于不顾，为难你吗？朕没想到，最后败在了你的单纯，败给了你的善良。冷姬，你要记住爹说的话，
知道了，爹。皇妹，那我说两句。皇兄请讲。皇嫂，我们现在4路人马，总共不过3、4万。就算我们拼尽全力，又如何敌得过10万雄师？要拼死周旋。要是我们败了，你们就把责任推到我姓韦的身上。好气派！假如你真的能够运筹帷幄，那我武三思也乐得成人之美。皇兄，如果你继位之后，恢复大唐国号，还礼堂社稷，皇帝定当匡复太子，一战定江山。多谢皇帝。此事凡我礼堂子孙人人有责，皇帝请放心。若皇兄登上大统，一定不会忘记皇帝之元首。难得2位皇兄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小妹又岂有置身事外之理？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？都想过没有，如何对付那城外的10万兵马？如何找到玉玺？你们是否已经想好了应对的计策？啊？启禀太子太子妃，内侍有人上官婉儿求见。请皇上速速退位。哼哼，看来终究还是你赢了。令月虽有朕的风范，可是不及你狠。三思狠，却没你聪明。龙姬，你很聪明。但毕竟重情，最终只有你才是朕活脱脱的写照。承蒙皇上赞许，媳妇一定会辅助太子好好治理天下。既然你跟朕一样，太子还能驾驭你吗？终有一天，你会按捺不住，踏上篡位之路。你以为朕会让武士天下变成韦氏江山？太子妃是全心匡扶我，成就大业，皇上勿要挑拨离间。果真夫妻情重，到你死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你便知道他的眼泪可是要你的命。我一定会要人的命，可不是太子的命。
么一去，叫朕如何活下去？哼，朕已经垂垂老矣。这些年来，有他们为朕排遣顾忌，你们用不着杀他们。如今你们让朕难过，朕便要让你们活得更加难过。皇上，你误会了。其实让你难过的不是我们，是他。婉儿叩见皇上。是你出卖朕，把5郎、6郎交给了他们，请皇上恕罪。婉儿也是情非得已，在宫中要生存到最后，便要依傍最大的靠山，这也是皇上教婉儿的。婉儿知道，皇上始终对婉儿跟6郎的事耿耿于怀，更何况皇上年事已高，如果婉儿不另谋出路的话，婉儿恐怕很难生存下去。王任对你如此信任，对你委以重任，你竟然投靠他们，而如此出卖朕。你已经看过镜盒内的东西了吧？你把它给了太子妃。委以重任是真，可相信婉儿却未必是真。皇上将婉儿跟张氏2人送到城外去，难道不就是为了监视婉儿吗？这2个小人早有谋反之心，此举无疑是送羊入虎口。婉儿也是为了自保，献宝卖主，情非得已啊。连那2个跳梁小丑也敢造反，朕早知道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害朕，真想不到，竟然连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蝼蚁都想造反，这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！最大的笑话！自秦以来，传国玉玺，乃国之重器，得之受命于天下，失之气数已尽。如今这玉玺在我手里，你那10万兵马岂敢轻举妄动？谁敢阻我太子登位？死老太婆，你气数已尽。那又如何？没有朕的旨意，他们是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那么好，你们2个上来呀！当一队坐困愁城的帝后，当一队坐困愁城的帝后吧！皇上昭告天下，传为太子，刻日于通天宫登位。上次所有的兵马进城，我们还没有出宫，就被兵马挡回来了。我早就知道会有一场大变，果然真的天变了。这次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要落地了。哎呀，多少人要遭殃啊！这个怎么办？会行的呀！这一次，我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。顺应天时，
受兹明命，朕承皇天之眷命，乃列圣之弘修，奉上皇圣神皇帝之诏，于正月25旨告天地宗庙社稷及皇帝位，深思付托之重，持切敬业之怀，望室内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，大赦天下，与民更始，钦此。神龙元年正月25日，太子李显即帝位，册封韦氏为皇后，封相王李旦为太尉，太平公主加号镇国，梁王武三思进位司空，榜宫女3000，另免金岁税赋。正月26日，上皇帝武曌移居上阳宫。2月7日，新帝李显率百官拜谒上皇帝，赏尊号则天大圣皇帝。2月初4，新帝复国号为唐。